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是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啊！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冲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
这就是机遇与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潮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吴香宇。谢谢于香宇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祥子。哎呀，我一个小问题，中间那个土拨鼠的表演是致敬教主吗？什么？那不是，是先写的那个，再写的就没什么前后关系。于香宇今年还是很厉害啊，他第1轮就拿到了金牌，然后上一轮呢又挑战教主成功了。所以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不是，对教主是挑战。不是。其实也没啥，就是每天写稿，然后演开放麦，但就突然好像觉得这么能正常、平平凡凡的过，也还挺，就是你没有特别大的机遇，没有特别大的挑战，能很平凡的过，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你其实去年也是第1次参加线上节目嘛，然后你今年的状态也保持得很好，所以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因为很多演员今年很焦虑嘛，你是焦虑的状态吗？尤其是老演员。我已经是老演员了，是吧？啊，你已经不再是清清白白的毕业生了。今年男大贼多，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27了，我其实是有焦虑，因为就是你第1年录的时候，大家对我很包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没有在做不好的权利了。就是我去年做不好，大家都说，哎，想这次那个不好，然后下次就能好。然后我今年不好，大林就会，哎，确实不如去年。没有，开玩笑。但你今年叫他大林，去年叫他郭麒麟老师。郭老师，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你失去了机遇。这真人秀是挑战，挺难的真人秀。我觉得特好玩，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还误会了你一个包袱。你说弄潮儿走了之后，你是那赶海，我以为你是在水那个在沙子里那钻出来那蛏子王呢，我以为是别人赶你呢。我还有一个梗，但是容易掉，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现在就是风浪越大，一下海鱼呢，一不留神我被捞起来了，哎，小鱼就是我自己。你看，确实一般，幸亏没讲。现在说出来有什么区别？哦，锁票了，因为锁票了。琛王咋演呀？能演琛王吗？琛王不是啊，我寻思就是你是让人我演琛王给你看。这不是我什么情绪，我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呀？看，我也乱玩。对啊，他一上来巨逗，就上来大伙儿问好吧，他上来跟交警似的，就是这都这么。岳哥第1次看祥子的现场的表演哈，对你有什么想挑战的吗？除了单口喜剧，你最想做的？因为我可能我这个人目标没有想的那么长远，
就眼下我觉得脱口秀就是还没做好，可能第2年就是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把它做好。然后其他想做的事儿应该也有，但说出来就不太好意思。就是你有想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的自留地，就是你心里有个念想，哦，这个事儿我还没做，我做了没准能行。我不跟你们说了。有个念想，有个念想。我从小到大就没尝试过踢足球，我一直保留着我是一个足球天才的可能性。只要不踢就肯定是天才。对，只要不踢我就有可能是。我觉得祥子现在已经有那种 super star， 就那种超级巨星的感觉了。一上来就控场的感觉，然后很松弛，所以我们听的人也跟着很松弛，就是觉得你这什么反应？我现在特别紧绷，真的这个你的稿子的含金量就是你的信息里面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有很多的思考都存在在你这个很完整的 show 里面，所以 superstar。别把膀子夹着，你架起来。我觉得他们俩对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佩岑是个特别喜欢夸人的人，然后于湘雨是个特别害怕被当众夸的人，所以因为你夸他的时候就感觉拿个电棒在电他，他整个人。挺好，挺好。那谢谢祥子的表演，祥子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公平起见，我们还是先不公布他的票数，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我们一起揭晓。请于湘雨先前往等待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了，他是咱们今年舞台上最年长的一位选手。前2轮的表演，我觉得用5个字来形容就是出走的决心。我们掌声有请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
有一天啊，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啊，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啊，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啊！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一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啊？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不少挣，1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
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再次感谢房主任。哎呀，还是很精彩啊！天真姐一直特别喜欢房主任的表演，对不对？对，因为房主任这个人本身他就很激励我。我前几天跟房主任录了播客，然后跟他还有小红导演对谈了一下，我们聊了一下女性的成长的故事。然后我还把房主任的卡段发给了我们前2天在瑞士碰见杨紫琼，我发给他看，因为他是那个联合国的性别平等的亲善大使，他看了以后也很感动。所以我觉得你的故事不仅仅应该被全中国的人看见，我更希望被全世界更多人看见你的故事。但是我更尊敬你的就是可以去真正的发展你的故事线，去挑选了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再讲你已经被大家看见那个部分。我知道这是肯定是你经过权衡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厉害，非常喜欢。其实也不是了，这里面有原来一部分做客服是原来稿件里的嘛，就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东西，你再改，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就是一大坎儿。就是这些天我就背的呀，血压干得哭往上冒，我就差点嘎在这个爱奇艺。哎呀妈呀，要不给您搬个凳子，咱坐这儿聊，怪吓唬人的。也没不至于。但我觉得今天也挺见功夫的，因为前2轮房主任的内容。我觉得不能说沉重，但是非常非常的厚重，因为几乎是他可能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事情、最重要的那些人和最重要的选择。今天就是这就是每个单口演员可能都会去尝试的一个话题，工作、职场遇到的那些人、周围的事儿，这个就是更厉害，让我觉得。说实话，房主任这大姐走上台，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或者是像一个特别熟悉的邻居一样。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的这个视频，我觉得没有今天松弛。而且岳哥上来就拍在了一个格上，是不是？我为什么拍？我台上也老打嗝。他们都说吃完饭不能上台，我喜欢在上台前吃点东西。是，我岳哥确实打嗝是得拍，确实得拍。拍嗝啊！其实我跟小岳岳还蛮相像的，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没错，然后我们都是初中辍学啊，就是没有，所有人都知道那种初中辍学。然后我们都是遇到了一个贵人，然后给我们改变了命运的齿轮啊。然后我跟你最相像的是啊，有一次我在演出演凉了，然后观众就在下面喊我赶我下去，说下去吧，都花钱来的。就那一刻我是麻的，但是我的同事安慰我说，房大姐，你一定能成角，你一定能红，因为岳云鹏曾经也被观众赶下台过。那我替姐问一句，是有这么回事哈？我第一次跟我师傅出来商演，前2天呢，我没怎么上台，到第3天，我师傅说，那咱换一换内容，就把我换上去了。我有机会在台上演出了，我跟另外2位高峰、栾云平，怎么了？我说出来了。我们3个说了一段群口，说着那段内容确实不怎么好，观众呢就因为是加演嘛。加场嘛，观众希望就是看到郭老师多出现在舞台上，然后我们就被观众轰下了。那场1万多人一块喊下去吧，下去吧，非常齐，下去吧，下去吧。然后我们在台上都懵了。那2位呢，比我可能稍微有点舞台经验，他俩鞠躬下去了，就把我搁那儿了。自信被打掉很大一块啊！哈。对，然后就想回老家种地，就觉得。种地也种不明白，不行，再坚持坚持吧，就坚持了。后来有机会走上了春晚，姐姐有机会咱一块儿。我相信咱们有机会走上更大、更高的舞台。我可能上春晚可能上不去了啊，因为每次都。我能上第2季的喜剧之王，我就很感谢。一定有机会，一定有的，肯定有的。王大姐可以的。谢谢。我觉得就是说，您本来就是一个这么活泼的人，我说您就其实像那个
赵丽蓉老师。赵老师吧，哎，对，赵老师在舞台上，他的那人物，他那个小老太太那劲儿，他其实也坏，但他坏特别让人可爱。我觉得您就特别有这种潜力，但是我说什么潜力不潜力的，我说反正我希望以后能多看到您在台上使坏，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啊，谢谢。其实我跟郭麒麟也很有又有缘了。是不是您说都差不多，初中退学，完了有贵人扶持。没必要再说一次。险些让观众轰下来，我也差点轰下来，没事，这都正常，演这么些年还不让观众轰下来。是。我觉得房主任是会让我想念的。房主任，我很想你，就是看完你讲，我又想听你讲，很期待你讲。哦，我也很想你哦。这就不用了，姐姐，这是。里面有好多我可以共情的地方，不是夹子音而已，是我觉得其实年纪上确实我们体力也没有年轻人好，有很多的苦我们不一定吃，但有时候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就是要努力，因为那是为了我们想去的地方。所以谢谢你一直打破我们好多的传统的观念，我觉得房主任你就是走出了自己一条属于房主任独特的路。谢谢。非常开心。其实现场的观众不知道啊，我只比侯佩岑大3岁。是的，她像我的女儿。没有。您像25。你这说这假话肚子疼啊！过分了是吧？你也在造谣，现在你也在。我就是村里造谣那个人。但跟那会儿房主任讲的时候，我自己听的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都说大城市年轻人吃不了苦，大城市老年人也吃不了苦。是的。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给演员很多标签，这个是外卖员，这个是年长一些的，然后这个又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其实发现到了台上，明明就只有演员跟观众2种人。那个句话一出来，我们就知道，其实所有人都是站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当然能理解他，他也发现他也能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起的。特别好，特别好，谢谢房主任的表演，谢谢，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请房主任先到等待区休息。多么母慈子孝的一幕啊！上一轮还是我妈呢，怎么变于小雨妈了？姐快坐下歇会儿。那我们就接着演出，下一位演员。上一场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别独特的经历，说他被骗了44000块。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看不懂的事儿应该特别多，这次不知道是哪些事儿了。掌声有请岳明。今天又被骗了啊！被房主任骗了。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哎，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下台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他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
现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坐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人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我陪她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的。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放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房欢声笑语。虽然我还是不懂她，但是我决定尊重她，
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大家，我是月明。好，谢谢月明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想到第3期了，我还是会被烧饼逗笑。你们先问岳哥吧，这像吗？不要太像。你困惑吗，妹子？啊？你困惑吗？你难过吗？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最开始还挺难过的，后来靠这个赚钱了之后就发大财。还好吧。我先跟你讲讲他为什么叫烧饼，他是因为他小时候满脸雀斑。我知道的，我是6岁就开始听相声，是吧？对，然后我是德云社的老粉儿。哦。我说实话，我第一天见到大林，我其实特别激动，但是还有那个九龙，还有小菊，我其实都很喜欢他们。我见到你们，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爸还有我都是很喜欢你们的，追了10几年。谢谢。而且我说脱口秀跟相声关系特别大，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听这个，然后因为也进不了德云社，然后就进得了，你能刷门进，你能刷脸进去。这类型的只能有一个，我们那是。他们有了，我就不要我这款了。回去你跟你爸说说，咱们招进来得了。行，我觉得挺好啊。跟烧饼一场啊，把曹阳给剃掉，让他跟烧饼一场，多哏儿啊，太可乐了。我推荐你当我们封箱的时候，今年年底封箱来一个特别节目。好，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回去我跟我们领导说说啊，让你跟烧饼就是正经演一个，我特别期待。谢谢大家，谢谢。月明就很像一个卡通，就是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样子。然后他是比如说，你看他演完之后，观众赞美他，他就会在台上哈哈哈大笑，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状态。因为有的人可能观众喜欢他，但你像于小雨，他就会不好意思。他是这不好意思啊。然后，但是你就会看见他，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享受舞台。他就是充分演绎了享受舞台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舞台。看得出来，你一点没藏着。这两步太可爱了。这2步我只在哔了里见过。真的是。那我觉得月明就是一个很浑然天成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刚刚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在讲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好像就在他的血液里，不是好像他写了一个文本，特别要来跟你讲什么，就会觉得我们很在聊天一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他给予我很多。然后他今天有特别讲到，就是能量高的人，我很能够体会，因为我在我的儿子旁边，也就是能量很高的那种。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不累吗？你小声一点。我就告诉他，我觉得我曾经站在舞台上过，我很需要别人帮我大叫。所以现在我想要为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你尖叫。我们一起好不好？1、2、3。月明。我想问一下，以前接房大姐的人都被淘汰了是吗？对，房大姐都找人了，给淘汰了，给他们的。所以说，那个妹子，你接房大姐是有压力的，是吧？肯定有呀，因为她的阅历，她的什么是我们比不了的，所以而且我讲的事情吧，就比较轻松，可能也没有那么厚重，所以就感觉有点打怵。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台上就应该为这个舞台负责，也许只有这种轻快的，能把那些厚重的接得稳稳的，是不是？谢谢庞博老师。我看月明站台上老跟他脚底下有一个跳舞机一样，你知道吗？他老这个，烧饼也这样。然后就是，首先声明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听月明讲的就特别像误入女生宿舍。就是他呱唧一推门回来，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跟你说怎么样，然后怎么讲了这么一段。确实我在我们宿舍是负责这个部门的。对，你跟房主任是一个工作，其实。房主任在宿舍门口，你在宿舍里头。谢谢月明，谢谢月明。
很精彩的表演，也是拿到气氛组的满票，请先前往等待区休息。特别棒，特别棒，接住！那我们继续演出，继续。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所以咱们今天一直在问这个世界谁懂啊？他有好多时间思考。我们欢迎大老王。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大老王。我最近忙，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为什么卖呢？因为是我买的，我有商品的支配权。什么是走步机？就是一个运动器械，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走步机最高配速6，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你懂吗？就是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只能看起来很欢快。很冷门的一个产品，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只见过一个人用过，就是春晚上的黄渤。80平米的小窝，还有温柔的好老婆。这就是我现在风格。观众说我吃毒蘑菇。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朋友们。我不喜欢工作，我也不喜欢运动，所以它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吗？效率很高。工作时间用来运动，运动时间用来工作，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1天就变成2天，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所以我今年32，其实我已经64了，还有1年退休。不，其实是半年。抱歉，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边工作边运动，你们不兴奋吗？啊，那边工作边运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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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工作边运动，边工作边运动呢？这走步机的6种配速，然后。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快跑，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我能力跟不上，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定完计划就困了，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 这不是一个土懂的 list 吗？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问我吃了吗 ，check 我进度。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比如自律博主那种，睡够8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阅读4小时，然后冥想2小时。我说啊，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瑜伽、阅读、冥想、榨蔬菜汁儿，然后上课迟到了。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你知道吗？但一想，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性难愿一生吃素，只为能完成土度。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去雍和宫求签，神仙也会很疑惑，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土度 ，Oh not to do。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
普度众生。我说我疯了，你不相信我。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你知道吗？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有人跟我说这信息茧房，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那可是真丝的。但是我会想，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我就在想，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所以这个世界谁懂？某音懂。你都不懂你自己，某音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某音早不猜你，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真的。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我在利用它，你知道吗？我说哦，原来我是这种人，一个肮脏、龌龊、下流、好吃、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大老王，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是真的疯了吗？陆姐知道这是我的真实状态。对，他开放麦的时候就是这种比较天马行空的状态，非常好。今天状态确实是，我觉得在舞台上是越来越好了。就从上一次开始，我觉得您跟之前在舞台上也都不太一样了。但我只是觉得这次好像就是单纯从意义上来讲，没有上回那个好玩似的。可能也因为我也曾经拥有过一台走步机，所以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有人买呀！我以为，哎，真不是我买，是别人送我的。行，关键这玩意儿它真占地儿啊，而且是非常占地。这个走步机，因为它没有那个扶手，拉不了衣服，拉不了衣服干什么呀？衣服我们可以买衣裳架子，对不对？它很危险，因为它真的就是一条履带，你在上面走，有的时候。你不是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你同时去干别的事儿，我老得低头看着他。我要不看着他，看着别的，我这就容易就来掉凳儿摔跤。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特别不实用，非常的不实用啊。然后我一听，我怎么还有人跟我一样？今天这位兄弟，你觉得是你最好的状态吗？还是？我觉得相对放松。放松是放松，但我觉得肯定有非常多改的空间。对，但是见着岳老师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谢谢。因为我妈是您的粉丝。哎呦我去，刚才没拍。哎呦，坏了。我妈是16年开始关注您微博还没有100万粉丝的时候，她就我妈给我打电话不说别的，第一件事告诉我岳老师涨了多少粉，现在是2800万，好像是。谢谢妈妈，谢谢。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都没有办法陪伴我妈，然后但我妈其实她告诉我，她每天都是听着您的声音睡觉。哎呦，谢谢。那既然这样，哥哥给你一个小建议，我觉得刚才，我以为要给一张票带着妈妈去看呢。那倒不是。你是生活在北京吗？我生活在北京，对，但我妈在内蒙。妈妈在内蒙。我7月26、27演唱会，我请妈妈来。不白来，都不白来，不白来，谢谢岳老师，吃着喝着咱都拿走。谢谢岳老师，谢谢岳老师。看出我哥这票真不好卖，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逮谁送谁呀，知道吧？咱能挣钱吗，老师？我们能自己买。不用。我想跟你刚才那个段子一个小建议，前面是走步机和后边那个某音，我觉得有点割裂，就是没怎么挨得上。下次咱们就是给他弄得再紧凑，或者是弄得再好玩一点。好，没问题。哥哥的一个小建议啊。好，行。请妈妈看演唱会。好，行。但是中间走步机那个6种配速那个段子真挺神的，我记得佩岑姐也是拍在那儿是吧？对，我就是按在那里。听完大老王今天的表演，我就没想到我跟你有这么多共同点啊！我也不爱运动，
然后我也很爱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世界都会被这些视频控制住。我不爱运动，我就喜欢看人家运动；我不会煮饭，我就看人家煮饭。然后我们就会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别人在帮我们过，好像要过成那样才是有在生活。就是我觉得挺无力的，但你又离不开这个东西。因为我的喜剧理念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喜剧里面要很爽，要复仇。我的喜剧理念就是我一定得输。我是认为它是有意思的，拿出来聊。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大老王，我觉得你刚讲那一段让我理解了一下，你在塑造一个脱口秀里的形象，那个形象就是好像一直要去完成点什么，然后最后都啥也没完成的一个形象。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就是你把这个人物冲突，把你对这个世界的拆解都放在你要去完成和你完成不了这个事情上。比如上一场我觉得讲那个景德镇的那个段子就讲得很好，因为那个感受我觉得会更容易被那个大家共鸣一点。今天这个感受我就会觉得有点窄，就有点像穿越那个很曲里拐弯的那个门，所以我就在想，你得是一条汹涌的河，才可能冲得过那些曲曲盘旋的路，所以就是那个背后那个话题要大，共情的情绪要广，可能你才用这个方式走得通，要不然可能会被堵上。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理解你的意思。这是我的一些感受。走步机的用户还是太少了哈。啊，天真，会不会是因为你很热爱工作，然后你也爱运动，所以你没有什么共鸣？我倒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他种草了走步机。但是我不会，不是，但我确实不会想一边工作一边运动。其实本质是逃避。本质逃避问题才会想用这种方式骗自己，因为他这个风格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还是很希望他这个风格可以被保持，可以被发扬光大。我懂，完全理解田津老师的用意，对，感谢田津老师，对。大家好，我是杨蒙。谢谢，真的谢谢你们，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杨温结婚，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就不是我人缘不好，就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你们知道现在这2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核心大使，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我就骑马入场，我觉得特别帅，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那个马真的非常难控制，我上马之前。教练特意交代说：“记住了，他是畜生，你要征服他。”说实话，我当时没听进去，马听进去了。打我开始上去之后，他就试图在征服我。因为那个新娘的马特别好，但我那个马特别躁动。新娘的马走起路来就很优雅的完成工作，他就这样。我那匹马就是这样。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你知道吗？他颠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在那个马背上，我就开始这样。小北看见了说：“快，杨蒙在给马打气儿。”我。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夸那匹马，他们说：“这个浩瀚的马子，你威武雄壮。”其实开始筹备婚礼之后呢，就是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婚俗，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比如说结婚那天一定要穿那个红秋衣、红秋裤，还有红袜子。就咱们难看就不说了，如果你的老公是个光头，我真的诚心建议不要这么穿，因为从远处看，真的很像刚扒了皮儿的火腿肠。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很扯的说法，就是说新郎去娶亲不能带姑姑，然后新娘他们送亲，姨妈们不能去。知道为什么？因为姑姑的谐音是孤，婚后会孤独；姨的谐音是姨，你俩会猜疑。
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啊？太扯，就是照这个逻辑，我就想说，谁能去？叔叔不能去，因为日子会过疏；大伯不能去，你俩会闹掰；姐姐不能去，解开了新人的姻缘；哥哥不能去，他会放了爱情的鸽子。是吧？这个习俗的核心就是你家要有个王建国，你结婚全家别出门。王建国自己结婚都不能去呢，因为家有王建国，日子往见过。所以我当时跟婚庆聊的第一条就是拿掉所有和谐音梗有关的习俗。但我所有东西我都拿掉了，但只有一个拿不掉，就是那个早生贵子。我妈非要在那个床上就要放那个干枣、花生、桂圆、瓜子儿。说实话，我俩领证3年半了，一直没孩子，是因为床头忘放干果了吗？我们之所以不生贵子，就是因为生子很贵。我不想生贵子，我就想生个贫子。我不想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弹钢琴、学骑马，然后打少儿高尔夫。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每天拿个烂矿泉水瓶跟我说：“爸爸，爸爸，看我刚抓的毛毛虫。”我会很开心地说：“哎呦喂，好孩子，你的快乐真给爸爸省心。哎，爸爸那儿还有一棵树，哎呦，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真机灵。这孩子长大一定是当啄木鸟的料。”然后我也很不明白，就是那个结婚为什么要请那个车队，一堆车，然后他们跟我说：“啊，这样接亲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气派风光。”我说我不觉得。因为你去接亲的车越贵，越说明那个车不是你的。因为没有哪位劳斯莱斯幻影的车主住在新营房2号胡同3单元502。霸道的王总办了一天婚礼，累的晚上终于坐了他的劳斯莱斯，仰望着星空顶，缓缓地回到了他家楼下，走了进去。哼！喂，小刘，1楼的感应灯记得修一下。我绝不允许我的女人在楼道里跺脚2次。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场好的婚礼，你就应该拿掉所有和你没关系的繁文缛节，然后留下真正对你们有意义的事情，比如随份子。随份子这个事儿真的是。我随的是，我觉得我说这人情社会的文化糟粕必须废除。收礼那天，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谁敢不从？然后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只去不给钱，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个事儿？这次结了明白了，一定会发现，因为不然你们以为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关了门之后会干什么？当然是对账了。不仅对账，我们还得验算。验算的时候，我俩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这么般配了。因为以100为单位的纯加法，2个人算3遍都算不出一样的数来。但是那天晚上非常的开心，那天晚上我们都听到了最悦耳的来自父母的指责。我老丈人晚上在吼我们说：“你俩数钱小点声。”最后，当我们终于忙完了一切，然后精疲力尽的躺了下来之后，刘佩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要不咱俩再数一遍？”我真的当时我一个蹬筋我就起来，我掏出计算器，我说就等你这句话呢嘛，归零归零归零。这个我想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懂不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在身边。我们俩都知道，就是婚姻不一定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但数钱可以。谢谢大家，我是杨坤。谢谢杨哥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杨哥。这个真的没骗大家，是一次开放麦都没去是吧？就是
昨天晚上节目录开放麦去了一次。你们4个什么时候把份子都随上了？是？就是喝完酒是随的，对，临走是随的。我好奇啊，不好意思，我确实对您不太了解。您爱人也是脱口秀演员吗？不是。哦，不是哈。因为不是我本来想的是什么呀？既然这稿子整个讲的就是结婚的事儿嘛，我以为您也是这种就是。俩人都是那个专业演员，可能俩人就是在被窝里还能聊聊这本子什么的。这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一度很向往的事儿，就是我媳妇儿要是也说相声了，我们俩可以在被窝里对活。你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没有这想法了，只想对戏。现在肯定可乐，什么包袱都可乐。对，别就听我一人说呀，不是什么，他结婚不是我结婚。天真姐聊。我的感受是这样的，蒙恩，就是整体上的稿子质量还是很过关的，就是有好笑的地方，也有那个冲突的地方，但就好像没有那个兴奋点。是我写的也是这个感觉，对。因为兴奋都留给了婚礼。这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种这个事儿冲击太大，很多东西我无法再确定这个东西会不会再让我嗨了，然后就只能是凭借一些既往的记忆经验去判断，说这是一个梗，这儿做一个东西，然后。办婚礼的过程确实非常忙，其实也没有时间去想一些东西，其实是这是一个需要消化的事情，对。如果最合适的肯定是再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用一个相对完整一些的篇幅来把这个事儿写完，是吧？对，因为我在写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我骑马的时候，我想骑马，然后我中间会串出想了很多关于骑马的事情，觉得它是可以完成另一个小段的，然后呢，但是。我又想，可能说要在这个5分钟短时间内在节目上呈现，就不能光上来说一个我怎么学骑马，然后接下面就会有若干个事情，就导致我现在可能只能把我脑海里皮层想到最浅的事先放上来，然后让它成为一篇稿子。对，主要还是他们两口子数钱数太慢了，耽搁了太多时间。蒙恩今天聊的是这个婚礼结婚的事儿。我办过2次婚礼。我也2次。我是在老家1次，北京1次。北京那场婚礼。确实就是回去以后闹洞房，闹到大概12点，我就挨个给他们走，就是床底下、衣柜里都找一找，没有人了。然后就我们俩就开始数钱，确实是，我觉得数钱那个过程是很美好的。你觉得办婚礼累还是比赛累？比赛累。那先恭喜你。谢谢。我觉得你都还没来得及享受那个办完婚礼的松弛还有喜悦，就马上赶着比赛了。但是你依然还是表现得非常专业，一出来就是掌控全场。这就是我上一次，就是我印象当中的杨蒙恩。谢谢。恭喜！就是好多事来不及写，来不及消化呢。咱们能聊那个吗？就是你选的那个地儿。我选那个地儿就是其实也挺好的。我选那个地儿是你们《再见爱人》，你们看过吗？就是那片草原。我们当时看《再见爱人》的，因为我俩都是内蒙人，然后他正好在内蒙取景。看的过程中，我说他们怎么把内蒙拍得这么美啊？我还专门去问了人家的那个制片人，让他帮我便宜，就是找的他们那个民宿特别好。哎呦，你俩去找人制片人，没把他吓坏了？怎么还有人联系我？蒙恩，虽然婚礼已经办完了，但随礼肯定不能少。咱们节目组呢，也要给你随一个飞鹤奶粉。现在还有12亿公益生育补贴，上官网就能领。照你刚说的这个数钱的智商啊，如果将来真的打算要孩子的话，确实可以趁早买。谢谢杨哥的表演，杨哥也是收到了气氛组的4票。那我们看一下当前最高分数的是哪一位？请看大屏幕。恭喜杨蒙恩179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就坐。耶！哎呦我天，太累了，没听过。就我想聊的是，因为就是从我结婚回来之后，就我在筹办婚礼的过程中，就是充满了各种不懂，就是有太多的我认为是一些繁杂的婚俗。后来我们俩是怎么把这段婚礼，我们就觉得办得非常好，就是你勇敢的去争取删掉一些非常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俩就是把这个事儿真的是办成了我们俩特别想要的事儿，没必要的就删掉，然后我们俩想留的留下来，然后这样的有种像是给自己办了一个活动的感觉，然后就会很开心。那接下来
也是今天这场演出的最后一位朋友，也是我们这个赛段最后一场演出了。世界虽然给他关了一扇窗，但他给自己开了一盏灯。我们掌声有请黑灯。就觉得非常残酷。有一轮是178票，一轮181票，两个都是20，然后所以我前面有19个人，现场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很大的，一上去你紧张了或者啥都有可能，所以就太可怕了。队长这次要是再表现不好，我们应考虑把他从队长给他降为常务副队长，留职观察啊！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黑灯。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你知道吗？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啊？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
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刚硬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是吧？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怎么了？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对吧？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啊妈，写遗书吧，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怎么办？只有2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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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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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着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
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黑灯，精彩！喜欢黑灯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我们再次谢谢黑灯，这应该是黑灯今年最精彩也。哎，哦，在那边是吗？我在这儿，他也在这儿，我们3个都在这儿。哎，是我是庞博，我是庞博。那个，确实这是我看今年好像黑灯最情绪最饱满，然后状态也最好的一期。对，我很开心，这很像上一季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你的样子啊。今年前2期的时候稍微有所保留吧，还是没有，大意了，有点看不清形势。刚开始有点新人太猛了，主要是。我们后台那会儿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就既然讲到如此地狱的笑话，就跟大家分享了呗。黑灯不是说他那一句一定要配手语最关键吗？我们说这个手语能不能让小佳配？说过就拉倒了，说过就拉倒了。但是我看4位也看得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黑灯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因为我感觉到前2场你对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炸。好像我记得你上季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但凡有一场掉下来一点，下一场就会炸翻全场。主要是也没有实力一直每场都炸。我很喜欢今天的内容，然后就是不管是洗脑的那个部分呢，还是对于大家在关注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部分，我都很喜欢。然后我被你种草了那个读屏软件，就是这是一个我没有想过的视角。用读屏软件其实只能读最基础的信息嘛。对。原来用它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好。我是特别喜欢您，因为头开始讲这个自己的观察，到最后观察到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事儿。因为本身这个咱们这个单口喜剧也是一个很新，在国内是很新兴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我觉得黑灯老师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在干什么这件事儿，他的这个拷问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啊，就好像真的是就是我们都需要。人嘛，活在这世界上，大伙儿都好像都得客客气气的，咱们共同营造出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能去讲点什么。然后呢，黑灯今天就是说，咱们别就是反正我也看不见你们那些个灯火绚烂的东西，咱就说最简单的事儿，就是他读屏软件说的，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讲笑话。我觉得这个太美了，这句话太美了。那你是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我非常非常佩服你。这个也要感谢那个编剧老师。本来我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还是他们给提炼出来，我觉得非常准确。那如果是个相声演员，一对相声演员在台上，他就是2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他大概会念成2个人站在台上穿着长袍，然后在什么聊天，大概是这种。说那意思说我们没意思呗，就是我们不是讲笑话。我好像念过那么多照片，只有1次他说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其他时候他就是在舞台上。给当着观众的面表演，他只会说。那次好像刚好是后面有一个什么喜剧，他识别出那个东西了。哦，可能是讲笑话。岳哥呢？岳哥应该现场看黑灯是第1次哈。我在视频上也没少看，我觉得您的视角，您所表达的
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可能您眼前是黑灯的，但是我觉得您的世界一定是五彩斑斓的，一定是美好的。你传递的也是美好的。有机会北京有专场的话，或者您别的地方有专场的话，我想去现场看。我说不出什么漂亮话，但是我觉得黑灯老师就是非常帅。谢谢。我也赞同叶月老师讲的，就是非常帅，而且我觉得上一次看过黑灯之后就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你真的很像一个那种世外高人，你用你自己很冷静的视角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看不清的人才看得清。那一切这种很奢华、很虚伪的包装都被你屏蔽住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很酷。我希望你多告诉我们你的角度看见了什么，那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特别喜欢黑灯这种无差别攻击的这种状态，就是特别好，特别好。谢谢黑灯的表演。那黑灯演完，我们这一场的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产生，究竟会是谁呢？在剩下4个人里面，我毫无疑问黑灯老师。我猜就是黑灯。请看大屏幕。哦。哎呦我天！恭喜黑灯199票，成功晋级，请你前往晋级区就座。哇！你去扶，小佳去扶。哎，哇！来下飞机了，下飞机了。哎呀，老演员能爆发出新的状态，确实还是令人开心的。恭喜黑灯，也是今天的全场最高票199票。今天我们满分也只有204票，非常优秀的成绩。黑灯发挥的太好，他讲的东西非常有深度，而且你能听进去，你会跟着他走。我其实觉得是这一整期最好的表演。我是非常喜欢那几句单口喜剧，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台上给大家讲笑话，那句话在我心里头值100分啊，不错，继续表现队长。好。但是有比赛就总有结果。那随着这个我们所有演出的结束，也就是房主任、大老王还有戴维3位，我们也公布一下他们的成绩。根据规则，3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请3位先回到舞台中央吧。要向大家说明，因为房主任是有复活金牌的，所以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大排名最后的情况会是如何。如果房主任没有办法从待定区重新回到晋级区的话，也可以使用复活金牌回到下一轮的比赛中。所以姐是安全的，姐是整体是安全的啊。我们根据规则还是要先去到待定区，所以走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聊的都可以。因为这轮是我比赛3轮以来最累的一轮，换了3篇稿子。哭了无数次，每天晚上破碎，然后白天起来，然后信心满满再去改稿，然后晚上再去改开放麦，所以是我最累的一期。但是能讲到这样，我也很满意。我在台上，你们觉得我是有点紧张，其实我也有点忘词。希望下一期我明天就去开放麦，我要干倒那199的。真棒！专打残疾人。我们说了，我们是老弱病残一组的，我们是一个赛道的。哎呦，谢谢房姐。我觉得没啥，你就回去能陪家人写段子。然后我觉得得感谢很多朋友，我们一起互相帮助改稿。然后特别感谢小罗点 TXT 先生啊，感谢他吧，虽然他人不在，然后但是我们记着他一直。不在现场，不在现场，对，在心里，对。然后做个广告，我有个播客叫正经八百啊，大家可以去订阅，有机会有广告位咱就用嘛，对吧？然后咱就用，然后就是一起继续做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有意思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谢谢大家，其实我心情挺好的，这次来参加节目感觉特别开心啊。
也跟这一季赛季有关系吧。我们分到嘻哈队，然后前面几轮都是大家经常待在一起，经常一起玩，特别开心。我感觉好像回到了20年前那个中学的那个暑假那种感觉啊。然后自己表现我觉得还可以啊，比上一季好了，所以我还挺满意的。以上是作为演员的身份说的，接下来是作为老板身份说的，广告位嘛。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三小猪喜剧平时在整个大湾区都会有演出，还有就是希望全国各地演员朋友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特别需要更多的人才，不能每年都指望老板自己亲自来打我。谢谢大家，谢谢3位。那规则所限，我们就先请往待定区休息。哎呀，那我们这一个赛段30场演出全部都结束了，谢谢各位的精彩表演。那最后也想再问问4位，佩岑姐又回到舞台陪大家走过一程，今天感受如何？我觉得每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你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我们都站在那里过，然后其实要经历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创作，然后又可能大家都已经是身经百战了，但我觉得就是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欣赏你们的表演，然后谢谢你们再让我回来，也谢谢您给大家的鼓励，谢谢。岳哥呢？今天这一整天两期30个节目，我听得非常的过瘾。我想说，这个世界谁懂？这个世界没有人懂。我觉得我们都是自己是最懂自己的。我们需要爱自己，我们需要为自己争口气。希望台上的这些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这是我想说的。我是觉得这个，亲爱的朋友们，您看这些位，我都很难找到有俩差不多的，就是他们8个人有8条赛道。所以我也更期待接下来我们第4个赛段的比赛了。是的。我非常同意大林说的，因为生命的多样性一直是我觉得我非常希望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到这一季有呈现出这么多新的面孔，而且历时了3场演出，他们还能够不断的更新迭代，有新的展现给大家。我相信接下来的半决赛跟决赛也会非常的精彩。就很期待再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面貌，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鼓舞人心的事情。谢谢大家的辛苦努力，谢谢。是的，很享受。确实。那我们也再次看一下本场的得票情况。恭喜所有晋级的演员，也让我们恭喜黑灯199票，本期最高分。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授予您，让观众心服口服奖，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恭喜黑灯！我们说过，我们这个赛段一共是20个晋级名额，也是为了让大家不留遗憾。2场主题赛结束之后，待定区排名前2位的演员将重回舞台。我觉得陈数演的挺好的，我就怕他淘汰了。我当时想就是我可以淘汰，他不可以淘汰。辛博是挺可惜，因为辛博呢，他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担心。其实我跟辛博从第1轮我们交手之后，我们俩就说的是往总决赛闯一闯。徐指导他确实东西非常扎实，表现也是非常惊艳。杨岩手里的稿子，相信我能比到第9轮。各位和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到底是谁？请看大屏幕。我们恭喜辛博、陈数重回舞台，成功晋级下一赛段，也期待你们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表演，说你们更多想说的话。哎呀，陈数那些哽咽、眼泪，就内心就会有点动容一点啊，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想法。好嘞，有点。那时候完了，能不能只踩他们5个？我一直想尝试一下其他喜剧的方向。好了，留给真勇。
有这个吗？开始编了，开始编了。这是你淘汰的时候吧？这是你在山里的时候啊。你也找事实。来，大王去年过的是这种日子。是，我也落泪了，不止1秒，还是挺伤心的，也没想到自己，因为他哽咽了，哽的我挺伤心。我觉得他晋级了就好，也没算辜负他。但是他在台上那一番，我完全能理解。他可能慢慢，包括我们聊说，是不是觉得有点舍不得我们了？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这一组的关系也特别好，特别像家的感觉，可能有点不太想离开家吧。就我给他发了，我想告诉他的话，我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边最妙的了，你的脑子、你的脑洞，包括你写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妙。过了一会儿，欢迎陈叔，他又回来了，顽强的生命力，这个人。辛博第一个段子没想，我就觉得哎呦不会啊，因为那个每次都想啊，然后比完其实稍微有点揪心。